逆子，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不可！神经病啊！你他妈谁啊？一大早追着我打！少爷刚才说什么？好像骂了老爷啊！逆子，老子是你爹，兵部尚书赵昭。兵部尚书，我爹。酒楼，醉酒。楚嫣然。卧槽！原来我醉酒强了国公孙女，惹了大祸，难怪老头子要打死我。老爷，杀了义儿就是要了妾身的命啊！滚开！我今天就亲手清理门户，砍了这个杂种，给安国公一个交代。父亲，我是被冤枉的。冤枉谁都不可能冤枉你。我操！父亲等等，你听我狡辩，您杀了我，这案子就成了铁案，赵家就真成全京城笑柄了。老爷不好了，安国公府的大管家刘三旺来了。我们家国公爷有请。哼，逆子，自己跟国公狡辩去吧。你就是那个赵毅。是小子。没有躲避，还有点胆魄。我尼玛，就你这速度，我根本反应不过来啊！说吧，我孙女的事，你想如何解决？小子愿意为此事负责。哼，你拿什么负责？凭你那天下闻名的大海全是水，骏马4条腿，你配吗？卧槽，这前身是有多草包，能写出这种诗？不行，我得想办法证明自己。国公爷，我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与大家相处，但事到如今不装了，我摊牌了。拿笔墨来。拿给他，我倒要看看他想干嘛。黄初3年，虞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思水之神，名曰密飞。不多时，赵毅就写完了《洛神赋》。这是小子写给嫣然小姐的，以表歉意。这真是这个草包写的？比情诗，谁能比得过这首曹植的《洛神赋》？不知国公爷认为这首诗如何？千古绝唱，好诗。那小子可配嫣然小姐？仅会作诗，可配不上我家嫣然。那不知小子如何做，国公爷才会满意？如今北敌犯边，兵临城下，女帝陛下张贴皇榜，3日来满朝文武无人敢接。小子不才，愿接下皇榜，为陛下分忧，为大周退敌。好，老夫就信你一次。你若真能做到，以前的事一概不究。多谢国公爷。这小子不像传言中的那么草包，希望我没看走眼。不就是个烂榜吗？我接了。那个不是草包赵毅吗？他疯了吗？我的妈呀，这可是军国大师，要掉脑袋的。他以为这是写狗屁不通的歪诗吗？我刚看见他从安国公府出来，八成受了什么刺激。女帝有旨，命接榜人赵毅即刻进宫面圣。赵毅，就是你写了“大海全是水，骏马4条腿”。回陛下，正是草民。既然你撕了皇榜，那朕便给你一个机会。朕问你答得好，朕不光恕你无罪，还让你风光迎娶安国公的孙女；答得不好，朕便砍了你。若你为将，攻下一城，城中军民却誓死抵抗，当如何？尽诛之。以车轮为界，高过车轮者斩。不过如此，这种屠城的蠢办法，看似斩草除根，实则只会激起更惨烈的反抗，后患无穷。但我的车轮是平着放的。平着放，这是要将敌人的血脉彻底从世间抹去，好狠！陛下，兵部尚书赵昭求见，让他进来。陛下，犬子无状冲撞了天威，求陛下饶他一命。赵爱卿，坐，听听你儿子的高见。我大周立国100年，官僚体系盘根错节，贪腐之风屡禁不止，你有何良策？回陛下，臣有2策：一明一暗。明则问政天下，让官员直面百姓的提问，全程昭告天下；暗则立内廷机构，陛下最信任的宦官执掌，监察百官，巡视天下。此机构不受3法司节制，只对陛下一人负责，皇权特许，先斩后奏。我操！这是要架空百官，让一群太监执掌生杀大权啊！这是要天下大乱的毒计。一明一暗，一疏一堵。最后一个问题，北敌10万铁骑兵临城下，如何应对？回陛下，长久之计，臣有2策。
第一，陈之一物，名曰水泥，以水泥砖可快速铸成，坚如磐石。北狄骑兵在南越雷池一部。第二，成立一支精锐轻骑，效仿狼群，行闪电战。三光策。烧其草场，毁其木杖，堵其水源，再配上陈的车轮之术，可保北狄100年之内再无南下之力。我操！堵人水源，这简直有伤天和啊！那眼下之急呢？远水解不了近渴，臣请愿出征，以家父为主帅，不出3月，必让那10万北狄大军有来无回。若不能胜，陈家父提头来见。卧槽，坑爹啊！我当时怎么就贪这一哆嗦？好，传朕旨意，封兵部尚书赵昭为镇北将军，总领大军。其子赵义为先锋，随军出征，赐兵3万，3月为期，击退北狄。钦此。我刀能，老子要劈了这个坑爹的畜生！你要劈谁？爹！他把咱们赵家架在火上烤啊！去前线是你的主意。是。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打赢光宗耀祖，打输马革裹尸，怕死就不是我赵家的种。是儿子之错。告诉李家，让他们家2个小子来给我孙子当亲兵。要是我孙子掉一根头发，老夫拆了他们家祠堂，别给你爷爷我丢人。全军听令，开拔！随着赵昭一声令下，大军浩浩荡荡地向着边关而去。将军，援军到了，走，快去迎接。末将雁门太守马忠拜见镇北将军。将军，你们可算来了！再晚1天，这雁门关就没了。北狄人像疯狗一样的攻城，我们的辎重补给也所剩不几了。哦，将军，北狄人又开始攻城了。哼，传我将令，全军。父亲，稍安勿躁。马太守，你让全军将士去搜集所有粪便，然后加水烧开，涂抹到刀刃剑矢上。此物污秽不堪，重者窗口溃烂，就算神仙来了也难救。我操！逆子，你这计谋简直有伤天和。伤的是天和，又不是我赵义。马太守，执行命令，出了任何事，我赵义一力承担。末将遵命。北狄的攻城大军如潮水般涌向雁门关，而这一次迎接他们的不再是滚木泪石，而是滚烫的金枝。这是什么东西？这大周人也太损了，居然用这污秽植物，不怕遭报应吗？你别说了，我昨天吃的晚饭都吐出来了，这还打什么？快走吧，我可不想再喝一口金汁。少将军，你这也太损了，不过我喜欢。嘿嘿。一群废物，10万大军竟然被一些污秽之物给打得落荒而逃，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大帅，那些大周人手段实在太过阴损，我们的将士实在是不敢再靠近那城墙了。既然攻不了城，那就在城外骂死他们。传我命令，让所有会说汉话的士兵给我换着花样的去城下骂阵，我倒要看看他们的脸皮有多厚。很快，雁门关前聚集了一群北狄士兵，他们扯着嗓子，用蹩脚的汉话开始了叫骂。城墙上，赵昭和马忠等人听得脸色铁青。就这，李金、李银，你们去把伙房里的几口大锅掏个洞抬过来，我要当喇叭用。兄弟们，今天本将军给你们一个机会，谁骂得好、骂得脏、骂得那帮孙子破防了，赏银10两。哦。很快，几个大锅就抬了过来。赵义清了清嗓子，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第一声：“对面的孙子们，我比起你娘知！你瞅瞅你们，一个个长得跟巴巴似的，往那边一站，简直有伤风化。还有你们那个叫拓跋宏的主帅，是不是昨天金汁喝多了，导致小脑萎缩了？我告诉你，拓跋宏，老子当年就该把你甩墙上！”营帐里的拓跋宏被气得头脑发热，喷出一口老血，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大帅，好消息！对面那个主将被咱们给骂得一口老血喷老高了。
这只是开胃小菜。礼金礼银，你们晚上各带500轻骑，每隔半个时辰就去他们大营外放火箭，可劲的折腾他们。记住8个字：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是，少将军。放箭。我操！嫡袭有嫡袭。撤。一夜之间，整个北狄大营被折磨的人人眼圈发黑，精神萎靡。兄弟们，报仇的时候到了！给我冲，杀光这群鞑子！就在他们睡眠惺忪之际，赵毅带着大周铁骑杀来。赵毅一马当先，所过之处片甲不留。告诉拓跋宏，我赵毅来取他狗命了！这一次北狄大军损失惨重，狼藉遍地。把我们阵亡的兄弟收敛好，找个风水好的地方厚葬。少将军，那些北狄人的尸体呢？至于那帮鞑子的尸体吗？派人去他们营外喊话，想要回他们的尸体，让他们拿粮食、兵器、战马，拿所有值钱的东西来换。大帅，不好了！昨晚我们驻扎在雁门关前的营寨被袭击了。我军伤亡如何？几乎全军覆没。逃回来的士兵说什么？他说大周让我们拿粮食、兵器、战马来换回战死的士兵，要不然就把他们扔到山上喂狼。欺人太甚！大帅，营外有个大周的骑兵扔下这个就跑了，说是他们少将送您的礼物。礼物？我操！居然是女人的肚兜！欺人太甚，竟侮辱我不如一介女子。赵毅，我与你势不两立。少将军，下次再干这事能不能提前打个招呼？我刚把东西放下，就听见后面跟杀猪似的嚎，差点以为自己回不来了。辛苦了，你再派个人催他们，天黑之前看不到物资，那他们的士兵就准备当狗粮吧。醒来的拓跋宏听完手下的汇报后，顿时泄了气，再也没有了打下去的念头。算了，撤吧。传令拿一些物资，把尸体换回来，然后拔营回草原。赵毅抵达雁门关前后不过3天，3天10万北狄大军溃败而归。这一则消息传回京城，整个京城和朝堂瞬间炸了锅。听说了吗？赵家那个草包少爷把北狄人打跑了。放屁！就他那个草包会打仗，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真的，听说是赵少将军用了退敌的妙计。什么妙计？金枝，听说是用熬出来的，一勺子下去，神仙难救。还有他把北狄大帅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直接把人骂吐血了。我操！我的个妈呀！这哪是将军，这是活菩萨！金枝骂阵骂到敌将吐血，夜半骚扰，疲敌心智，还送了个粉色肚兜。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在雁门关休整了几日后，赵毅与父亲赵昭整合大军，踏上了回朝之路。将军、少将军，大恩不言谢。雁门关永世不忘2位恩德。经过了2个多月的劳顿，大军终于抵达了京城。女帝有旨，宣镇北将军赵昭先锋赵毅进宫面圣。微臣拜见陛下。爱卿平身。此次北境之危，镇北将军赵昭调度有方，居功至伟。其子赵毅身为先锋，志计百出，其策退敌，以3日之功，败退北狄10万大军，扬我大周国威。加封兵部尚书赵昭为安北伯，10亿300户，封赵毅为兵部员外郎，正6品。即日上任，赐金1000两，锦缎100匹。谢陛下隆恩。陛下，臣要弹劾兵部员外郎赵毅。陈爱卿，你说说看。陛下，赵毅在边关所用之手段，实在是有伤天和，骇人听闻。其一，他竟命将士收集污秽之物，熬成金汁，泼洒敌军。此等手段阴狠毒辣，简直是我仁义之师的奇耻大辱。其二，他竟用敌军尸骨要挟敌军主帅拓跋宏，换取粮草军械。此等行为传出去，岂不让我大周沦为天下笑柄？陈御史是吧？我问你个问题。
北狄人兵临城下，烧杀抢掠的时候，你嘴里的仁义在哪？雁门关的将士拿命填城墙豁口的时候，你嘴里的国体又在哪儿？你这是强词夺理！你闭嘴！我在前线跟人拼命的时候，你还在京城温暖的被窝里抱着小妾，思考着啥时候要二胎。但就是下三滥的手段，保住了雁门关，保住了你能在朝堂上放屁的权利。你。好了，来人把陈御史抬下去，好好诊治。朕也乏了，退朝。赵大人，请留步，陛下传你去御花园觐见。微臣拜见陛下。赵毅，你之前提到的水泥需要多久才能看到成品？回陛下，水泥是以石灰石和粘土经高温煅烧而成，臣需要先建窑进行试验，快则1月，慢则2月，必能见到成效。好，朕会下旨让工部全力配合你，希望你不要让朕失望。谢陛下。对了，你上次提议立宜内廷机构监察百官一事，朕左思右想，还是觉得你适合执掌此机构。卧槽，我不就是在朝堂上多看了你几眼，你就要断我子孙根？陛下，万万不可啊！臣家中3代单传，我还想给我赵家留个后啊！臣为人木讷，虽忠厚老实，但能力不够，德不配位，万万担不起此等重任啊！求陛下收回成命。哦，那你觉得谁能胜任？陛下，此等监察百官、得罪人的差事，必须由一个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六亲不认的纯臣来担任。我看那督察院御史陈正就不错，让他去干这个，绝对能给陛下查出一大堆贪官污吏来。你这家伙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把人当场骂晕，转头就举荐人家去干最招人恨的活。陛下，您是不是也觉得他比臣更合适？此事朕在考虑你提的另一策，问政天下，你觉得该如何实行？回陛下，此策虽好，但现在实行为时过早。俗话说得好，攘外必先安内。北狄虽退，但只是被臣用奇谋暂时吓退，其根基未损，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此为外患。而我大周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据臣所知，户部侍郎周显、吏部主事王莽，还有镇南王武德，这些人私下里往来甚密，结党营私。陛下若此时大刀阔斧的推行问政天下，必然会触及他们的利益，逼得他们狗急跳墙。到那时，内忧外患一同爆发，国体必将动荡。那你觉得朕该如何安内？敢问陛下，这镇南王有几个子嗣？有4个。陛下，你想想，他有4个儿子，但镇南王的爵位只有1个。你是想让他们手足相残，骨肉相争？陛下，臣有一计，此计可不费一兵一卒解决镇南王，更能让所有宗亲王室都不对陛下的皇位有所想法。什么计？说来听听。此计名为推恩令。何为推恩令？陛下，我大周律法向来是嫡长子继承制，而这推恩令妙就妙在一个恩字上。陛下可以下旨，不是命令，而是恩准。恩准各地的王爷可以将自己的封地分给自己的所有儿子，嫡长子继承王爵，其他的儿子也可以封侯，有自己的一小块地盘。以此类推，不出3代曾经的藩王，就变成一群只能在自己1亩3分地里斗鸡走狗的小地主了。他们哪还有胆子来威胁您的皇位？这家伙脑子是怎么长的？怎么会想出此等毒计？这就是你的计策？正是。此计颇为精妙，朕要好好想想。你先回去吧。微臣告退。爹，我操！你个小兔崽子，又想做什么妖？爹，说正事。我跟陛下立了军令状，要搞水泥，这事儿工部会配合，但启动资金得咱们自己想办法。所以你先给我拿2万两白银试试水。我操！2万两，你怎么不去抢？你以为咱们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我告诉你，1文钱都没有。爹，您这格局小了不是？我这是在给陛下办事。这水泥要是搞成了，别说区一个安北伯，将来给您封个国公，那都不是没可能。您现在计较这2万两银子，到时候错过了泼天的富贵，您哭都没地方哭去。这怎么听起来还真有点道理？爹，您就说给不给吧。你要是不给，我现在就进宫跟陛下哭穷去，就说你耽误了国之大计。你敢？你看我敢不敢？行了行了，自己去库房领钱去吧，别在老子面前碍眼。得嘞。拿到钱后，赵毅第一时间就把李金、李银两兄弟叫到了跟前。给你俩一个任务，拿着钱去城外给我找2种东西，一种是那种发白的石头，用手一掰就掉渣的。另一种是黏糊糊的泥巴，越黏越好。老大，你这是要和泥巴盖房子吗？
别问那么多，找到东西再给我找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挖个窑等着我，懂了没？懂了。两兄弟虽然不明白赵毅要干什么，但还是拿着钱走了。嘿嘿，有2个工具人就是好，今天又可以勾栏听曲了，走起！爽啊，这才是穿越者的福利啊！栗子。咦，为什么会有老爹的声音？栗子，你给我醒醒，给我醒醒！谁呀？爹啊，有啥事吗？陛下那边等着看你东西呢，你还在睡？爹，您放心吧，都安排好了。那就好。对了，爹，你黑眼圈咋这么重啊？是不是虚了？逆子，老子这是没睡好，半夜惊醒好几次，生怕你拿那2万两银子去喝花酒。老大，爹，你再去睡会儿吧，我先去忙了。怎么样，找到了吗？找到了，老大。石灰石、粘土，没问题，你俩干得不错。老大，我俩可以去休息了吗？先等等，你俩把东西收好，去你们找好的地方把窑先烧起来。我去工部要几个匠人过来。是，老大。赵大人啊，这事儿嘛不急，我们尚书大人今日身体有恙，您呢改日再来。行，你们厉害，给老子等着！赵毅出了工部大门，一路狂奔去找女帝告状。陛下啊！又怎么了？臣没法干了啊！臣一心为我大周预筑钢铁长城，奈何工部同僚他们不当人啊！行了，别好了，朕准了。贵公公，你指。不过赵爱卿，丑话说前头，1个月朕要看到水泥，若看不到，你也别当什么员外郎了，直接给朕当内侍算了。谢陛下，臣必肝脑涂地以报君恩。我他妈来了！我操！谁敢在工部撒野？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赵大人又回来了，怎么没地方去，又跑我们这儿要饭来了？老东西，你刚才说什么？风太大，我没听清。我说你敢打我？放肆！赵毅，你官居何职，竟敢在我工部衙门动手伤人？来人，给我把他拿下！拿下我！孙尚书，你好大的官威啊！睁开你的眼睛看看，这是什么？我操！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遵命兵部员外郎赵毅全权督办水泥议事，工部上下务必全力配合，但凡所需皆要满足。若有怠慢推诿者，以抗旨论处。钦此。臣接旨。孙尚书，现在我能调动你的人了吗？能。赵大人，您说您要谁？把他给我抓起来，先打30大板，让他长长记性。赵大人饶命啊！尚书大人救命啊！完了！给我挑几个部里手艺最好的工匠，要那种脑子活泛、能干实事的，别拿些歪瓜裂枣来糊弄我。是，下官立刻去办，亲自去办。赵大人，这位是张头，我们这儿手艺最好的匠头，您看。赵毅打量了那个叫张头的汉子一眼，点了点头。行，就他们了。各位师傅，从今天起你们就跟着我干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赵毅，在我这里干活就一条规矩，只要把活干好了，银两大大滴有。赵毅掏出1沓银票，抽出1张100两的，塞到张头手里。这是定金，在我那里吃香的喝辣的，管吃管住，每天另有工钱。等咱们把水泥搞出来，在场有一个算一个，每人赏银50两。哇！50两银子，都够俺不吃不喝干好几年了。赵大人，您放心，我们保证把活给您干得漂漂亮亮的。赵毅满意的点点头，带着一群打了鸡血式的工匠，浩浩荡荡的离开了工部。城外山坳里，一个新挖的土窑正冒着黑烟。赵毅把从脑子里搜刮出来的关于水泥配比的零星记忆，大概跟张头等人说了一遍。大概就是石灰石和粘土磨成粉，按一定比例混合，然后放进窑里往死里烧。
具体的比例我想不起来了。张头，这事就交给你了。你们几个多是几种配比，反正原料管够，烧坏了也不心疼。我只要结果，过程你们自己想办法。张头虽然听得云里雾里，但看着手里沉甸甸的银票，还是重重的点了点头。赵大人放心，我们一定尽力。嘿嘿，这就对了嘛。礼金礼银这里交给你们看着，有什么事随时去府里找我。我只是在朝堂上打了个盹，女帝就让我想着填满国库的计策，而我随口而出的2个字，竟让文武百官对我恨之入骨。众爱卿，如今内外交困，各地粮仓告急，诸位可有何良策？启奏陛下，臣以为当提倡节俭，削减宫中用度。又是这种老掉牙的方法，你怎么不说你拿出点银子来补充国库？陛下，臣以为可加增农税、赋税、杂七杂八的税。比如吸气要交税，呼气要交税，憋住气也要交税，停止呼吸要交税，穿鞋子要交税，光脚丫要交税，吃饭要交税，看沙雕动画也要交税。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先咽100遍再说。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啊！这狗东西昨天刚把朕的工部拆了，今天还敢在朝堂上睡觉。赵毅，赵毅，陛下问你话呢，你他喵的还在睡，回家看我怎么收拾你。赵毅，你可有什么良策？回陛下，臣确有一计。什么计策？快说。陛下，臣说之前你要答应臣一件事情。何事？陛下，在臣说这计策之后，你要确保臣的性命无忧。磨磨唧唧的，朕答应你了，快说。陛下，此计就是抄家。我操！陛下，咱们朝堂之上哪个不是富得流油？随便挑几个不顺眼的贪官，把他家底抄了，别说国库，陛下的私库都能给填满了。看看，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别这么看我，我不认识他。不是，你真不是个东西啊！你小时候老子还抱过你呢。不是，你有病吧？你这说的是人话吗？赵毅，我操！不是，咋还有我媳妇什么事？在场的诸位大人，哪个不是为我大周鞠躬尽瘁的忠臣良将？你竟敢污蔑我等！请陛下下旨，将此等奸佞小人拖出去斩了。请陛下宰了此流。整个朝堂瞬间变成了声讨赵毅的批斗大会，而龙椅之上，女帝武明空却面沉如水，看不出喜怒。这狗小子真是朕的福星啊！朕早就想抄了，没想到你这就把理由给送来了。放肆！赵毅，你好大的胆子！朕的朝堂之上站着的都是国之栋梁，岂容你在此胡言乱语，肆意攀咬？朕看你是在北京杀红了眼，把脑子都杀坏了。退朝！赵大人，请留步，陛下有旨，宣兵部员外郎赵毅御书房觐见。这是要秋后算账啊！完了。来了，说吧，怎么抄？回陛下，抄家是门艺术，讲究名正言顺，直接动手那是强盗，咱们得让他们哭着喊着把钱送上来。臣有2计，第一计钓鱼执法，第2计内卷有奖。细说。这第一计钓鱼执法，陛下可下旨开放几个暴利行业，比如盐铁，美其名曰与民同利。但想拿到经营权，得先交一笔巨额的保证金。那帮家里钱长毛的家伙，肯定像闻到血的鲨鱼一样扑上来。等他们钱投进来了，咱们随便找个理由，比如经营不善、扰乱市场，把经营权一收，保证金自然充公。妙啊！那第2计呢？更简单，设一个廉政公署，昭告天下，举报贪官，查实后可得其家产3成作为奖励。陛下您想，3成啊！重赏之下，别说同僚，就是他亲爹、亲儿子，都可能为了钱把他给卖了。这就叫发动群众斗群众，咱们坐收渔利。哇塞！好计策，快跟朕仔细说说，这钓鱼执法具体如何操作？陛下，这第一步咱们得先造势。陛下，这钓鱼执法第一步咱们得先画饼。怎么画？陛下，当今天下最赚钱的行业无非是盐铁2行。不错，然后呢？然后陛下放出消息，让全天下知道，陛下不忍与民争利，决定把盐铁2块大肥肉分出去一部分，让有能之士一起发财。消息要响，调子要高。下一步呢？第2步设门槛。什么门槛？
他们想拿到经营权的话，得先缴纳普通商人掏都掏不起的巨额保证金。那些钱多得发霉的贪官，看到现在有个洗白加发财的机会，他们肯定疯了一样扑上来。第3步，等他们把贪污的钱交上来之后，陛下再随便找个莫须有的罪名，比如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然后名正言顺收回经营权，那笔巨额的保证金自然就充公了。这他喵的也太损了，简直是刮地3尺，骨头渣子都不剩了。但是我喜欢。那第2计内卷有奖呢？陛下，此计现在不能用。为何？此计太过酷烈，现在用反而动摇国本。那得等到何时才能用？咱们必须等到推恩令把宗室权贵削弱到极致，等到锦衣卫成立之后才能用，否则就是自乱阵脚，朝堂必然动荡。赵爱卿，虽然你是个贪财好色的纨绔，多谢陛下夸奖。我还没说完呢。后面还有。虽然你是个纨绔，但不得不承认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陛下，其实你夸奖我上一句足够了。滚！老大，老大，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老大，咱们水泥搞出来了。带路。李银，你来试试这水泥的质量如何？好嘞，老大您瞧好了。嘿，80，大哥，搞定！我操，成了，真的成了！赵大人，您来了。张头，快说，这东西成本多少？一天能产多少？赵大人，就是些不值钱的石头和泥巴，几乎没成本。咱们的窑火不停，一天就能烧出上千斤。哇哦！好，你们都是我大周的功臣啊！等着，本官这就去写折子，给你们所有人讨个封赏回来。陛下，好消息，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陛下，水泥成了。真的？陛下，请看，这就是水泥做的石头。就这一块破石头。陛下，你大可找人来试，只要这人能把这石头弄碎，我今天就一头扎进茅房吃。行了，别想在宫中白吃白喝。南宫月，哇哦，真是个极品啊！陛下，把这个破石头给朕弄碎。这石头怎会如此坚硬？看吧，就这玩意比我节操还硬。此物产量如何？要多少有多少。好，赵毅，此物你功不可没，想要什么赏赐，朕无有不准。多谢陛下，臣不贪多，赏赐个180万银两就行。180万，陛下的金库总共才10多万，这小子想钱想疯了吗？好，朕允了。谢陛下。你先退下吧。微臣告退。陛下，你怎么答应他了？国库没那么多钱啊。别慌，我是答应给他了，但没说什么时候给啊。原来如此，陛下高明。水泥的成功，在场的各位功不可没。今晚醉仙楼，我请客。哇哦！等等，水泥、沙子、高温。我靠，我完全可以制作琉璃啊！这玩意儿可比水泥来钱快多了。张头，赵大人有何吩咐？想不想学把沙子变金子的法子？赵大人，你别开玩笑了，这沙子怎么可能变成金子啊？听好了，这是不传之秘。随后，赵毅将制作琉璃之法讲给了张头。这真的可行吗？我拿我的人品担保，能制作得出来。赵大人放心，小人拼了这条命也要烧出来。那行，咱们先定个小目标。什么目标？先赚他1个亿。我操！众爱卿，近日我大周出了一件神物，兵部员外郎赵毅研制出水泥，以此物铸成，坚不可摧，水火不侵。陛下，此物关乎国本，必须慎之又慎。老臣以为，此等重器理应交由工部统一管理，中书省监督。王相是吧？我问您个问题，您知道这水泥具体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吗？此等不过些许奇技淫巧，本相何须知晓？你看，您连这东西是圆是扁都不知道，您监督个屁啊！
放肆！庶子焉敢辱我？老年人别激动，我怕你气坏身体，找我碰瓷，我可赔不起。你无耻！哼！我无耻还是你无耻？我搞出来的国之重器，你跳出来抢着要监督要管理，脸呐！这逆子，这嘴是真欠啊！王相，您看您年纪大了，就别学人家年轻人动不动生气上火。这要是一口气没上来，两脚朝天嗝屁了，算谁的？算我的，还是算您自己心态不好啊？你简直无法无天！陛下，此子当庭辱骂宰辅，其罪当诛啊！猪，您除了会扣大帽子，还会干嘛？我说实话，就是辱骂。那您这宰相心眼儿比针眼儿还小啊！怪不得我大周河道年年修年年垮，合着您这德法不是用来治理国家，全用来堵别人嘴了，是吧？你血口喷人，老夫！我血口喷人？王相，您要是有良心，能在我搞出利国利民的神器时，第一反应不是为此高兴，而是想着怎么把它抢到自己手里，好继续掌控工部，中饱私囊嘛。列祖列宗在上，逆子作死，与我赵家无关啊！终于看到这老东西吃瘪了，岂有此理！朝堂之上，成何体统？赵毅，臣在。你言语无状，冲撞宰辅，罚俸3月，以示惩戒。既无异议，传朕旨意，成立水泥司，由兵部员外郎赵毅全权负责，直接对朕负责。退朝。赵大人，陛下让你御书房觐见。爱卿今日又是好大的威风。为陛下分忧，臣万死不辞。那王德法是先帝留下的老臣，树大根深，不好动。你快给朕想一个能让他永不翻身的办法。这怕是不好办啊！少贫嘴，快给朕想一个狗办法。陛下，臣为您出的那都是上安社稷、下抚万民的千古良策，怎么能叫狗办法呢？陛下，您听说过巫蛊之祸吗？陛下，咱们先找个京城手艺最好的工匠，让他用上好的沉香木雕一个小人，最好雕的丑一点，显得诅咒更真心实意。还要考虑丑不丑。然后在这小人身上用朱砂刻上陛下您独一无二的生辰八字。然后呢？咱们想办法派个身手好的，趁着月黑风高，溜进王相家，找个最隐蔽的角落，挖个坑，把这娃娃给埋喽。埋了。最后咱们就等这风头过了，咱们再找个死士，把这事儿给捅出来。就说王相他行巫蛊验圣之术，意图诅咒陛下，动摇国本。陛下您想，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到时候人证是咱们安排的，物证是从他家挖出来的，铁证如山，他就是浑身长满了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赵爱卿，你可真不是个东西啊！谢陛下夸奖。在敲定了巫蛊计划后，那水泥呢？此等神物，你打算如何使用？来了，中饱私囊的时候到了，看我怎么忽悠几个一仙。陛下，我大周如今的处境岌岌可危啊！说说看，怎么个岌岌可危了？贵公公把地图拿上来。陛下，您看，东边有强齐，天天虎视眈眈；南边有蛮越，骚扰边境；西边有汉秦，天天喊着啾啾老秦，共赴国难，野心勃勃。最要命的是北边，北狄蛮子。正是，那些骑马射箭的，是我大周的心腹之患，头号对手。我们大周实乃4战之地，稍有不慎，国将不国啊！陛下，这些问题我都清楚，但和水泥有什么关系？陛下，你且听我细细道来。第一，修路修驰道，把我大周的疆域密密麻麻的缝成一个整体，到时候商人送货畅通无阻，军令传达一日千里，大军调动朝发夕至，让敌人还在睡梦里就被我们包了饺子。不错，水泥修路畅通无阻，可让交通速度提高10倍100倍。还有呢？第二，筑城，重筑长城，再造边关，用水泥把我大周的边境筑成一道真正的钢铁防线。北敌铁骑再凶悍，来了也只能在外面望城兴叹，哭爹喊娘。好一个哭爹喊娘！如此一来，我大周进可攻，退可守，内政通达，边防稳固，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伟大复兴。好一个伟大复兴！但陛下，水泥乃国之命脉，堪比传国玉玺，其配方及核心生产基地必须由陛下您亲自掌握。爱卿所言极是，此乃国本，
不过陛下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修路筑城干啥都得烧钱啊。这预算您看。无论是修路还是筑城，那都是吞金巨兽。可国库如今的状况，怕是支撑不起如此庞大的计划。陛下，咱们可以等巫蛊娃娃的计划成功后，扳倒了王德法那老狗，到时他家里的那些玩意不是随便让咱们抄吗？陛下，臣保证到时候给他抄的连条裤衩都不剩。这种把不要脸摆在明面上，把阴谋完成阳谋的感觉真的爽啊！赵毅，看来是朕小看你了，你可真是个畜生啊！谢陛下夸奖。赵毅，朕要成立一个独立于3省6部之外，只听命于朕一人的机构，监察百官，刺探情报，铲除异己。这个机构，朕就交给你了。我操！陛下万万不可啊！臣家中3代单传，我还想给我老赵家留个后啊！你放心，朕只是让你去组建机构，又没说要你那2两肉。那个陛下，咱们这个机构名字叫什么？就叫影卫吧，人员由你暗中挑选，章程由你来定。不过此事为绝密，绝不可声张。若走漏半点风声，你那2两肉就别想要了。陛下您放心，臣一定为您打造出一支战无不胜、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王牌铁军，保证把那些不听话的全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好，若此事办成，大大有赏。那个陛下，还有什么事？您委以如此重任，总得先给点人吧，再给点钱吧。朕让你组建影卫，不是让你去菜市场买菜。陛下，买菜才几个钱，咱们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不然兄弟们跟着我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谁还给您卖命啊？朕没钱，国库空虚，你比谁都清楚。陛下，国库是国库，您的内库那可是您的私房钱啊！这狗东西居然敢打我内裤的主意！您就从那指甲缝里随便露那么一点点出来，都够臣拉起一支初创团队了。行，朕的内裤最多给你3万两，不能再多了。朕让南宫月从禁军里给你挑几10个身手最好的苗子，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3万两，陛下，3万两在京城这地界够干嘛的啊？租个像样的据点宅子，置办点基础装备，再给兄弟们发点安家费。这还没开张呢，钱就没了。我操，这是干嘛？嫌少。赵爱卿，只要你把这件事给朕办得漂漂亮亮的，将来别说区3万两，这整个大周的国库朕都让你来管，如何？区南越竟敢不递国书、不通告，大摇大摆闯进朕的京城，欺人太甚！传旨让南越使团进来。宣南越使团觐见。南越使臣翰林院大学士叶清流拜见大周女帝陛下。哼，不知叶大学士此来我大周有何贵干？陛下言重了，我等久慕大周上过风采，听闻大周近年来才俊辈出，文风鼎盛，特来学习1、2。不就是狗肚子里有点墨水吗？就在朕的大周臭显摆。恰好我来时在江边偶得一上联，思虑许久，不得加对，不知今日可有幸，请大周的诸位大人为我解惑。望江楼，望江楼，望江楼上望江楼，江楼千古，江流千古。这真是千古绝对，对仗之工整，意境之开阔，堪称绝对。老夫有一对，不知可否？王相请。赏月台，赏月明，赏月台上赏月明，月台100年，月明100年。工整倒是工整，就是这100对千古，感觉矮了一头啊。王相大才，只是意境上稍逊风骚啊。我来试试。听雨先，听雨声，听雨先中听雨声，雨轩一时，雨声一时。千古对一时，这对了个什么玩意儿？丢人丢到南越去了。偌大一个朝堂，文武百官，竟无一人能对我家大学士此联。我看这大周文脉已断，不过如此嘛。一群废物，平日里吟风弄月，关键时刻全成了哑巴，把朕的脸都被丢尽了。吵什么？就一个烂对子，有必要这么得意吗？栗子，这是文官的事儿，你掺和什么？快给老子滚回来，别上去丢人现眼。哼，烂对子，就你那大海全是水，给你一辈子你也对不出来。用不了一辈子，我3步就能给你对出来。3步，我给你30步。印月景，印月影，印月景中印月影，月景万年，月影万年。
好队啊！望江楼对应月景，江流对月影，千古对万年，意境浑然天成，工整无比，绝了！我就说嘛，我大周岂会无人？此队更显近密有远，妙啊！赵大人大才，听好了，小爷我人称对川王。对川王，这狗东西起的什么鬼绰号？你这逆子还对川王，你咋不说你是阎王爷呢？你肯定是在哪本书上抄的。行了，就你那点墨水还不够看，现在轮到小爷我出题，你们南岳使团有一个算一个，今天要是能对上一个，就算我输。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烟锁池塘柳，我操！金木水火土，偏旁暗含五行，这怎么对？行了，瞅你那样也对不出来。你有本事换一个。那你可听好了，上联寂寞寒窗空守寡。好，这句七字军事宝盖头。再给你来一个，上联画上荷花和尚画，这个是回文联，倒着念也是一样。对子，不过是文字游戏罢了。真正的才学，看的乃是诗词歌赋之雅韵，是经世济民之胸怀。陈恩之名，想必即便在贵国也有所耳闻吧？他的一首边塞诗，写的是苍凉悲壮，荡气回肠啊！确实听过此子名号，南岳号称百年不遇。据说3岁能诗，5岁能赋，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专挑我们擅长的打。行了，别吹牛逼了，要比就赶紧比，别耽搁小爷我的时间。既然赵大人如此自信，那老夫便不客气了，就以边关为题来赋诗一首。我操，坏了，边关是最重气魄底蕴，这承恩据说就擅长这个，这逆子对子机灵，写诗能行吗？黄沙万里接云天，孤城一道锁狼烟。戍卒归心悬明月，长缨在手为坤前。黄沙、孤城、戍卒、长缨，意象选取颇佳，畏惧意见气魄，却是上乘之作。赵大人此番怕是不好应对啊！这狗东西对子厉害，作诗可别给朕拉胯了，朕的脸可刚捡起来。就这，除了堆砌词藻，还会点啥？狂妄小儿，有本事你也做一首，光会耍嘴皮子算什么？那你听好了，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好，说得好，说进老夫心坎里了。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此等神作，岂是人力可及？赵毅，你作弊，如此千古绝句，怎可能临场作出？666，输不起就开始泼脏水了。你定然是早有准备，我不服。不服？行，今天我就让你死得明明白白，心服口服。葡萄美酒夜光飞，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真是我那逆子，还是说我家祖坟冒青烟了？好一个醉卧沙场君莫笑，好一个古来征战几人回。赵毅，你今日为我大周将士谱写了一曲不朽的赞歌，当赏。完了，全完了！回国必被陛下重责，不行，必须找回场子。匹夫之勇，这都是匹夫之勇。诗词歌赋不过是锦上添花的小道，算学治国安邦的算学才是根本。哦，算学，我们还有最后一题，这一题你们大周敢接吗？准了，叶大学士，朕也很好奇，贵国还有什么有趣的压轴好戏？此题考的是经世致用的算学大道，请听题：今有赤兔同笼，上有35头，下有94足。问赤兔各几何？既和兔子关一起，头35，脚94，这如何算起？此题果然深妙，不是短时间能算出来的。完了，我这逆子平时连个位数都算不明白，岂能算清如此深奥的算学？完了，这逆子被这题搞疯了，这号练废了。我还以为你们南岳憋了个什么大招呢，憋了半天就憋出坨大的。叶大学士，你是来搞笑的吗？赵毅，你休要猖狂，有本事你解出来，光会耍嘴皮子算什么本事？不错，解不出来，你就是欺世盗名之徒。那你听好了，雉23只，兔12只。竟然对了，分毫不差。怎么可能？为什么他能算得如此之快？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你们南岳这么喜欢玩算术，那小爷我也给你们出个题，助助兴。听好了，今有兵一队，不知其数，33数之胜2，55数之胜3，77数之胜2。问这队兵马到底有多少人？这怎么算？听着就头大，比刚才那个难多了。33数之2，55数之3。
这么简单的题你们都答不上来，你们南岳的算学怕不是门房大爷教的吧？赵毅，如此难的题，你怕不是胡编的吧？叶大学士，这样吧，你当着大家的面给我磕个头，恭恭敬敬喊我一声师傅，我呢就大发慈悲把这题的解法倾囊相授，怎么样？这买卖划算吧？疯了，真是疯了！让一国使臣、翰林学士当场拜师，这羞辱人的法子简直是旷古烁今。逆子，你这是要把我赵家放在火上烤啊！南越皇帝知道了，还不得御驾亲征来扒了你的皮？你，快将叶大学士扶下去，传太医好生诊治，万万不能有失。我的个亲娘嘞！赵家这小子真他娘的不是个东西啊！那嘴是淬了毒还是开了光？诗词精彩绝艳，可谓天授。但那算学之题，33数之，55数之，这绝非寻常书生所能及。莫非老夫一直以来都看走眼了？他平日那副纨绔模样，难道是伪装？你们是没见前几天督察院的陈御史就是被他活活骂晕在朝堂上，现在还在家躺着呢。我现在算是彻底悟了，这位爷那就是阎王爷的嘴，判官的笔，宁可得罪阎王，莫要招惹周易。属下参见大人。起来吧，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回大人，城外庄园已秘密购置，作为据点，人手也已潜入城中，正在构建初级情报网络。不错。给你个新任务，也是咱们影卫的第一统金计划。大人，您说，你去散播消息，就说有一批来自西域的神秘珍宝，名叫琉璃，数量稀少，绝世罕见。然后去包下洛阳城最豪华的酒楼，广发请柬，只邀请那些最尊贵的王公贵族，还有家财万贯的巨富商贾。大人，这琉璃定价多少？咱们不定价，咱们拍卖。老大，醒醒了，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什么成功了？老大，琉璃烧出来了。哦，东西呢？哦，发了，这次是真发了。这哪是玻璃？这分明是行走的金元宝啊！以后小爷我富可敌国。天一，大人，接下来琉璃就交给你了，给老子把这场拍卖会办得风风光光。遵命，大人。布置的怎么样了？大人放心，这次拍卖会京城有钱的主都来了。干得不错。百乐楼的柳如烟，你怎么把他找来了？可靠吗？绝对可靠。我告诉他，这不仅是拍卖，更是他脱离风尘，执掌商业帝国的机会。如果成功了，他将就是洛阳的商界女王。我操！你小子深得我真传啊！小女子柳如烟，见过诸位贵人，今夜有幸受西域巨贾所托，为诸位呈现旷世奇珍。此杯名曰春江月，起拍价1万两白银。15000两。 2万两，区商贾也配拥有此等雅物。我代表吏部侍郎大人3万两、5万两，都别跟我抢！哼，10万两。我操！是王相府上的管家。10万两，第一次；10万两，第二次；10万两，第三次。成交！恭喜王相府获得第一件珍品。现在开始拍卖第二件。 澄澈茶碗夏夜星8万两，12万两，15万两，18万两，18万两一次，18万两两次，18万两三次。恭喜这位来自西域的神秘商人以18万价格拍的此品。下面有请我们的压轴拍品。这真的是凡间器物吗？这太神奇了！凡间怎么能有如此这般的器具？此瓶名曰秋日颂，琉璃中之绝品，天上仅有，人间绝技。起拍价5万两，10万，15万，25万。丞相府在此，谁敢和我争抢？这丞相府可不好惹。算了，此仙品看来是与我无缘了。 25万两一次，25万两二次，25万两三次，成交。 感谢各位贵人厚爱，本次拍卖会到此结束。琉璃难成，此等神物，下次再现恐是遥遥无期了。大人，3件琉璃共计卖了53万两，辛苦了。这1万两你拿着给今晚出力的兄弟们分一下，算是辛苦费。剩下的这些就是咱们影卫的启动资金了。
听着，天一，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砸钱也好，收买也罢，用最快的速度把咱们的眼线撒出去。我要这大洲境内，但凡有点风吹草动，都瞒不过咱们影卫的眼睛和耳朵，明白吗？属下定不负大人所托。老大，您怎么来了？你们两个狗东西，就给兄弟们喝这么难喝的酒啊！老大，这真不怪我们啊，这已经是附近10里8乡能买到的最好的酒了。这已经是最好的，那我能酿出现代酒，那岂不是赚大了？老大，你怎么了？我再教你们一个能发家致富、富可敌国的法子。随后，赵毅将现代酿酒法传授给了二人。老大，您这是要炼丹吗？炼个屁的丹，这是酿酒，老子要酿出全天下最好的酒。老大这样能行吗？别废话，按我说的做，保证你们能发家致富，明白了吗？明白了，老大。上次你说用巫蛊之祸陷害王德法，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陛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好，今晚朕就会病倒，下去吧。微臣告退。大人，我前些天让你放的东西可放好了。大人放心，依计行事。干得不错，接下来你找城里那些最能说会道的乞丐、醉鬼，给他们钱，让他们去人多的地方造谣，就说自己半夜路过丞相府，亲眼看到王德法家屋顶上冒着一团一团的绿光，跟坟地里的鬼火似的，还会飘。然后再花钱雇几个走街串巷的算命瞎子，让他们在人多的地方摆摊，什么都不用干，每天唉声叹气就行。唉声叹气，对，唉声叹气，见人就摇头，说什么紫微星暗，妖邪气冲，有奸佞在朝，致使龙体不安。记住，话要说的模棱两可，云山雾罩，让他们自己去猜，去对号入座。最后让咱们自己的人装成普通茶客，只要听到有人提到王相府的鬼火或者算命瞎子的妖言，咱们的人就立刻凑过去，添油加醋的拱火。听明白了吗？明白了。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办！今晚陛下病倒，就是咱们收网之时。要是出了岔子，老子把你塞王老狗的枕头里去！我操！切，大人。老周，什么情况？陛下从未知过啊！莫非是昨日批阅奏折太晚了？怎么回事？难道陛下是对老夫昨日那番言论不满？不应该啊！肃静，陛下他偶感风寒，龙体欠安，今日早朝取消，诸位大人都请回吧，让陛下好生静养。陛下病了？好端端的怎么会病？莫非有隐情？好戏要开场了！此时某个茶馆内，听说了吗？丞相府上闹鬼了。我听我三舅老爷的邻居的外甥说，他半夜亲眼看见王相爷家房顶上噗噗冒绿光。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城东那个张半仙昨天就在街口叹气，说什么紫微星暗，妖邪气冲，还说有奸佞在朝，害得龙体不安。陛下不就是昨天病的吗？听说了没？王丞相家风水不好，招了不干净的东西。何止啊！我听说那绿光就是妖气冲撞了紫微星，所以陛下才病的。谣言很快传遍了京城的每一个角落，而此时的丞相府书房内，一个家仆正战战兢兢地汇报着街面上的流言蜚语。相爷，外面都在传，说咱们府上半夜屋顶冒绿光，像鬼火，还说有什么妖邪之气冲撞了紫微星。绿光、鬼火、妖邪气冲，龙体不安。相爷，这可如何是好啊？现在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指指点点的，再这么下去，假的也要变成真的了，怕是要出大事啊！哼，闭嘴，老夫还没死呢，这是有人在做局，不能坐以待毙，等着流言发酵。如果陛下起疑心，那老夫就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备将，快给老夫备将！相爷，您这是要？老夫要进宫面见陛下。可是相爷，陛下正在病中，恐怕……正是陛下病中，老夫才更要去探视，要去表忠心，要去让陛下看看，老夫心里装着朝廷，装着陛下。完了，感觉要完。相爷这状态，去了不是更让人怀疑吗？王爱卿、赵爱卿，你们怎么来了？陛下，您龙体欠安，臣等心如刀割，夜不能寐，食不知味啊！是啊，陛下，大周不能没有您啊！朕无碍，只是朕病着，这朝堂之上就要多依仗王相了。陛下，兵部员外郎赵毅求见。赵毅，他来干什么？王相爷真是国之栋梁，忠心耿耿啊！
陛下这才刚病下，您就第一个赶来探视，这情分感天动地，日月可见啊！为陛下分忧，乃是臣子本分，不像某些人只会耍嘴皮子。王相爷教训的是，小子年轻，确实不懂事。哼，还算你有自知之明。不过小子有一事不解，王相爷您这么忠心，怎么外面那些刁民就偏偏把陛下生病这事跟您给联系到一块儿去了呢？放肆！陛下面前你胡说八道些什么？相爷息怒，我就是转述一下市井流言，您跟我急什么呀？这清者自清嘛。行了，都别吵了。赵乙，王相是国之柱石，你要多听听他的教导，不可无礼。可是陛下，如今整个洛阳城都传疯了，街边小孩都在唱童谣，都说是因为丞相家半夜鬼火闪闪，邪气冲天，这才害得陛下您一病不起呀。冤枉啊，陛下！天大的冤枉！这绝对是奸人陷害！哼！王相，你说冤枉就冤枉的啊，你怎么证明？陛下，还请陛下派人搜查臣的府邸，把臣的府邸翻个底朝天，还臣一个清白。老东西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唉，王相这是何苦？真是相信你的。不行，今天这事要是不查清楚，这口黑锅老夫就真的背到死了。这娘儿还会欲擒故纵啊！陛下，此事若不查明，不仅臣的清誉受损，更会动摇人心。臣恳请陛下一定要彻查，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唉，既然王相执意如此，那好吧，明日早朝你便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再说一遍，朕就让禁军统领南宫岳带人去你府上走一趟，也好堵住悠悠众口，还你一个朗朗清白。多谢陛下。行了，你们都退下吧，朕乏了。第二天，金銮殿气氛肃杀，女帝依旧缺席。陛下，老臣冤枉了，老臣一生为大周、为陛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今竟有奸人造谣，污蔑老臣，冲撞龙体，伪证清白。老臣恳请禁军入府搜查，若搜不出东西，请陛下严惩奸佞。儿啊，我看王老头这回不像装的，哭得嗓子都劈叉了。你懂个屁！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演得越真，摔得越惨。相爷一片赤诚，感天动地，大周不能没有您啊！此事必有奸佞作祟，望陛下明察秋毫，还相爷清白。我看相爷是冤枉的。什么冤枉的？这一看就是演的。就在争论达到白热化时，惠公公拿着圣旨走了出来。圣旨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丞相王德法乃国之柱石，朕之功过，而今有流言蜚语，重伤我朝元老，朕心甚痛。然相爷为政清白，泣血请命，朕亦不忍，特命禁军统领南宫岳率部前往相府，待朕一关，以正相爷清白，以堵悠悠众口。令工部尚书孙德才等人可同往见证，钦此。老臣叩谢陛下天。在南宫岳的带领下，丞相府不多时就被禁军团团围住。南宫岳带着一队人马，在王德法和孙德才等一众官员的见证下，开始了掘地3尺的大搜查。从前厅到后院，从书房到库房，整整1个时辰过去，什么也没搜到。我说南宫统领，差不多了吧？这都快把相爷的家给拆了，什么都没有啊！看来相爷果然是清白的。天不亡我，等老夫回去，定要把赵毅那小子剁成肉酱。就在王德法侥幸时，一个士兵抱着个绣花枕头跑了过来。统领，收到了，就在这个枕头里。是女帝的名讳。来人，把丞相府上下所有人全部拿下。完了，全完了。陛下总打这儿了。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了？陛下，不好了！南宫统领在王德法家里搜出了刻着陛下名讳和生辰八字的小人了。什么？好一个王德法，竟然对朕实行巫蛊之术！传朕旨意，王德法欺君罔上，意图谋逆，罪不容诛，其全家上下尽数打入天牢，听候发落。随着女帝旨意的颁布，王德法被抓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京城。听说了吗？从王丞相的枕头里搜出了诅咒陛下的小人。我操！真的假的？千真万确，我表哥的二舅的3外甥就在禁军当差，他亲眼看见的。那小人上写着陛下的名讳和生辰八字。我的天，这王老狗胆子也太大了吧！每天晚上枕着陛下的名字睡觉，这是要压陛下一头，要谋反啊！大人果然厉害，
这时小计就让王德法背上诛九族的大罪。别高兴得太早，王德法这老狗在朝堂经营那么多年，早就独揽朝纲了，这点事情还不足以扳倒他。大人，那该怎么办？你现在去找些王德法这些年贪赃枉法的人证和物证过来。大人，时间仓促，这一时半会。谁让你找真的了，就不会找假的。假的？比如找个60岁的老太太，让她去刑不哭，就说王德法夜闯民宅，对她行不轨之事。大人，这能行吗？怎么不行？他王德法怎么证明自己没干过？他能拿出不在场证明吗？如果他老婆孩子给他作证，那就叫包庇，没人能证明他没干，那就是他干了，懂了吗？我们不需要证明他有罪，我们只需要让他证明自己无罪。大人高明，属下懂了。找完人证物证之后，再去找些他党羽的真实罪证，贪了多少钱，害了多少人，都给老子挖出来。真的假的掺在一起，假的也变成真的了。我操！大人这是要把大周的律法按在地上摩擦。还愣着干嘛？听懂了就去办，然后把这些东西连人带证全都送到刑部尚书手里。属下遵命。赵大人，陛下传你去御书房觐见。微臣参见陛下。你觉得怎么处理王德法比较好？陛下，依臣之见，不如快刀斩乱麻，让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三司会审，择日问斩，以儆效尤。可是大理寺卿是王德法的人。陛下放心，臣已经让人把王德法这些年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的罪证都收集好了。只要他敢狡辩，咱们就让他拿出没干过那些贪赃枉法的证据。如果他拿不出来，那这些事就是他干的，这样他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自证清白里去。此计叫什么名字？陛下，此计叫举证责任倒置。好一个举证责任倒置！朕以前只知道酷吏可以用严刑逼供，用屈打成招来定罪，从未想过这大周的律法本身竟也能变成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你这脑子到底怎么长的？朕真想劈开看看。我操！陛下，微臣还有点事，先退下了。青天大老爷啊，你们可要为我这把老骨头做主啊！堂下何人？状告何事？速速说来。我告他，就是这个老王八蛋，半月前的晚上，他夜闯民宅，对我行不轨之事啊！你放屁！老夫什么时候见过你？你这种披着人皮的畜生，提上裤子就不认人！我一个60多岁的老婆子，我还有什么清白可言啊？污蔑，这是天大的污蔑！哼，王德法，你说他是污蔑，可有证据？我怎么证明？我那天晚上就在家里睡觉，我老婆孩子都能作证。家人作证岂能算数？那叫包庇。你既然拿不出你没去过的证据，那就是你去过。我操！你他妈，这让我怎么证明？王德法，本官再问你，你献给陛下的那只琉璃杯，价值12万两白银。本官问你，这笔巨款从何而来？那是我家夫人送的。好，大家都听见了吧？他亲口承认收受了自己岳丈家的巨额贿赂。不是，我老丈人送我点钱也不行吗？哼，王德法，你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对陛下实行巫蛊之术，还对6旬老人行不轨之事，罪不容诛。来人，把他给我带下去，50问斩。随着王德法被问斩，以王德法为首的官员也全都倒台，而赵毅又一次被女帝传进宫。微臣参见陛下。现在王德法倒了，丞相之位空悬，朝中百废待兴。朕看你脑子还算好使，就是没用在正道上。从今日起，你便任工部侍郎一职，水泥一事你全权负责。工部侍郎？我靠，我这就升官了。赵毅，赵毅，臣叩谢陛下天恩，定不负陛下所托，为我大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行了行了，收起你那套吧。陛下，这水泥大计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可是这启动资金……朕上次不是和你说了吗？朕没钱，你现在也是工部侍郎了，钱的事情你自己想办法。陛下，您这不是耍无赖吗？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哦，赵爱卿，朕没追究你在朝堂睡觉，已经算是法外开恩了，你还敢跟朕要钱？那不要了，钱的事臣自己想办法。那你还不快滚？得嘞。
也不知道上次给他俩酿酒配方，现在把酒酿出来没有？我操！喵的！老子让你们酿酒，你们俩倒先给老子喝上了。老大饶命啊，我们就尝了一小口而已。是啊，就一小口。这次就算了，以后做出来的东西老子第一个尝。我没点头，谁他妈都不准碰。知道了，老大。知道了，还不快拿一碗酒来让我尝尝。不错，虽然比后世那些名酒差得远，但比起这个时代那些跟马尿一样的浊酒，简直就是琼浆玉露。赏你们的！给所有干活的兄弟们说，这个月赏钱翻5倍。哦，谢谢老大。行了，没你俩事了，滚吧。张头，这个给你，你看看能不能造出来。赵大人，此物若成，必将是战场上的大杀器啊！能造得出来吗？可以是可以带。哦，你放心，钱管够，人也管够。交代完所有事，赵毅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基地。赵大人，我们家小姐想见你，请慢。不知嫣然小姐找在下何事？上次你赠予我的洛神赋，我看了，没想到你一个登徒子，倒还真有几分歪才。多谢嫣然小姐的夸奖，能入得了嫣然小姐的眼，是小子天大的荣幸。你，嫣然小姐，以前的事是我混账，我向你道歉。我知道一句道歉轻如鸿毛，弥补不了对你造成的伤害。但从今天起，只要有我赵毅在一天，我便会护你一天周全，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欺你、辱你、伤你分毫。我会对你负责到底。赵毅的话掷地有声，楚嫣然的心不受控制的狂跳起来。她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脑子里一片混乱。这登徒子跟以前那个只会躲在人后、眼神猥琐的混蛋真的不一样了。我知道小姐现在不信我，没关系，日久见人心嘛。要不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话说很久以前，有个地方叫祝家庄，庄里有个漂亮的大小姐叫祝英台。赵毅将那段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当赵毅讲到马文才强娶祝英台，梁山伯一病不起，最终吐血身亡时，楚嫣然的眼圈红了起来。后来呢？后来祝英台出嫁那天，花轿路过梁山伯的坟前，突然狂风大作，坟墓裂开，祝英台纵身一跃跳了进去，然后从坟墓里飞出了一对漂亮的蝴蝶。小姐，你别哭啊，我这故事还没讲完呢。飞出一对蝴蝶，然后呢？后来那对蝴蝶飞到了一个神仙的山头，神仙觉得他们爱得太苦了，就大发慈悲，手一挥，让他们重新变成了人，从此以后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了一起。竟然是这种结局。在我这里，有情人就该终成眷属，苦命的鸳鸯也该有个好结局。赵毅的话像一道温暖的阳光，照进了楚嫣然那颗冰封已久的心。时辰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今日多有打扰，还望小姐见谅。你这狗东西又来干什么？陛下，臣最近倒是搞出来一种烈酒，比市面上那些马尿好喝100倍。臣寻思着这玩意儿能赚钱，就是怕被那些不长眼的给使坏。您看能不能借皇家名头一用，就说这是宫廷御酒？可以啊，不过这赚了钱，朕气比3。陛下，3成太少了啊！臣手底下还有一帮影卫兄弟要养活，他们都是为您卖命的啊！还有臣还要研发新的大杀器，那东西烧的都是银子啊！没有钱，臣怎么为您开疆拓土？怎么让咱们大周的铁骑踏遍四方啊？行吧，朕6你4，不能再多了。多谢陛下，陛下圣明。大人，天一，你去给老子找个全洛阳城最大、位置最好的铺子。大人，找铺子干嘛？咱们要卖酒，另外再给老子找人去城里放消息，就说天降甘露，被能人巧匠酿成了绝世佳酿，此酒乃是宫廷秘方，只有皇亲国戚才能喝到，把牛逼往天上吹，怎么邪乎怎么来，听懂了吗？属下明白。众爱卿，我大周的边关年久失修，恐有外患。朕决定即刻成立工部督造司，大力生产水泥，由兵部协同修整北境长城与南境关隘，加强防御。诸位可有异议？
陛下圣明。令大理寺卿陈子昂去其职，由刑部尚书李正担任；刑部尚书一职由刑部右侍郎张端接任。臣叩谢陛下天恩，必不负陛下所托。早朝结束后，赵毅又来到了隐卫据点。天一，现在隐卫散不开了吗？大人，幸不辱命。如今从北到南，大周13道，每一个地方都有了咱们的据点和耳目。不错，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吗？大人，属下正要给您汇报此事。何事？大人，我们在南越的探子回报，最近3个月，镇南王世子3次秘密潜入南越国都，与南越国主密谈。看来这大周的天是有人嫌他太安稳了。干得不错，天一，你继续盯着，把镇南王和他那儿子每天吃几碗饭、拉几次屎都给老子查清楚了。属下遵命。对了，这几天谪仙楼经营的如何？大人，现在谪仙楼一天就能赚3万两银子。我操，一天3万两！我靠，这他喵的比抢钱还快啊！干得不错，你先退下吧。镇南王这件事，我要进宫禀报陛下。是，大人。赵毅，这早上刚散朝，你现在又来干什么？陛下有件事得跟您汇报一下。哦，何事？随后，赵毅将天一的情报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好一个镇南王武德，他竟然敢勾结外敌，他这是要造反吗？陛下，您消消气，目前镇南王也不敢造反，毕竟造反他需要油头和粮草。那依你之见，该当如何？陛下，臣有3计。第一计，这南境那30万大军的粮草都是从荆州运过去的，而那荆州刺史王匡是先帝爷留下来的忠臣。陛下，您可以下一道旨意，派个信得过的人去协助王刺史总理荆州粮草军务。你的意思是，咱们派个人过去，名义上是协助他，实际上是把南境的粮道死死地掐在我们自己手里。没错，只要他镇南王敢动一下，咱们就断他的粮。那第二计呢？这第二计，咱们找个由头，把镇南王骗进京城，然后派人去他那4个儿子身边，好好说道，这就叫父子刀，从里面瓦解他们。第3计，咱们派人去南越，给那个南越王好好分析一下局势，让南越王知道他就是镇南王手里的一枚棋子，等镇南王坐稳龙椅，回头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他。那镇南王那边呢？更简单，咱们就给他说，南越王狼子野心，表面上答应合作，其实他是想等镇南王的主力北上，就立刻吞了整个南境。这样一来，这个所谓的联盟就不用咱们自己动手，他们自己就从根上烂掉了。这就叫盟友刺。妙啊！一计断其粮草，2计乱其内部，3计破其外援，环环相扣，阴险至极。赵毅，这人心算是让你玩明白了。为陛下分忧，乃是臣子本分。赵毅，从即日起，你便是我大周隐卫的指挥使，从正4品升为正3品，直接对朕负责。此事暂不外传，待朝堂安稳，朕再昭告天下。臣叩谢陛下天恩。好了，你先退下吧。微臣告退。月儿，你说朕是不是错了？陛下何出此言？朕用了赵毅这把刀，砍了王德法，朝堂上事清静了不少。可那些盘踞在地方的藩王，一个个拥兵自重，对朕的旨意阳奉阴违。尤其是那个镇南王，手握南境大军，还有些造反的想法。陛下，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陛下登基不过1年，能稳住洛阳，已是天纵之才。唉，朕怕来不及了。内有强藩，外有虎狼，北边的突厥，西边的吐蕃，哪个不是在等着我大周内乱，好来分一杯羹？老大，你怎么来了？我没事就不能过来看看吗？说正事，现在你俩跟我去个地方，我有别的事情要交给你们。明白，老大。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天一，以后你俩酿好酒，直接对接他就行了，他负责卖。是，老大。大人，还有个人，您得见一下。谁？柳如烟。那个花魁柳如烟。没错，我之前跟他画过饼，说带他发大财。如今这谪仙楼正缺一个八面玲珑的掌柜，我觉得他最合适。没想到你还挺讲信用。行，那你一会带他来见我吧。没过多久，柳如烟就被天一带了过来。小女子柳如烟见过赵大人。这谪仙楼我想交给你，以后这里不光卖酒，还要卖琉璃、镜子，卖一切能赚钱的东西。
你的任务不是当个掌柜迎来送往，而是把这谪仙楼打造成一个品牌，一个身份的象征。你敢接吗？有何不敢？好，以后这楼里的大小事务你全权做主，他们会配合你。如言定不负大人所托。诸位爱卿，朕决定新开科举，为我大周广乃天下英才。凡我大周子民，不问出身门第，有才学者，皆可应试入朝，为国效力。陛下圣明啊！寒门学子终于有出头之日了。陛下三思啊！科举一开，泥沙俱下，空有奸邪小人混入朝堂，动摇国本呐！这话说的好像现在朝堂就没有奸邪小人一样。朕意已决，此事就交由礼部和魏征操办。陛下不可啊！如今国库账上不出100万2白银，连年底给将士们发饷都不够啊，拿什么去办这些大事啊？是啊，陛下，现在国库空虚，多地还有灾荒，此时若再开科举，恐怕生变啊。那你们说有什么办法？陛下，臣以为可以联合那些乡绅，让他们去替咱们先把税收到10年后，这样不仅能充盈国库，甚至还能重开科举。如今百姓本就艰难，你还多收税，周显你他喵的是要逼百姓造反吗？行了行了，都别吵了，一群酒囊饭袋，平时一个个叫的挺欢，一到有事的时候，一个比一个废物。赵毅，你可有什么办法？陛下，微臣有2策可谢大周现状。哪2策？陛下，这第一计叫要想富先修路，只有路修好了，咱们就在官道上设立榷场，也就是收费站。凡是过往商旅，根据其路程远近、货物轻重，收取一定的过路费。此项收入将源源不断充盈国库，如此一来，既能让他们四处贸易，又能带动各地经济，一举多得。哼！荒唐，简直是荒唐！这自古是农工商，乃是4民之末，逐利之徒，岂能为他们打开方便之门？这有辱斯文，解国将不国啊！哼！老东西都穷得快当裤子了，还在这儿跟我讲斯文？你要是把你的家产捐出来充国库，我立马收回这话。你！不仅如此，臣还建议允许商人参加科举，让他们也有机会光宗耀祖。当然，想要这个资格，他们就得交比别人多10倍的税。简直荒谬！商人本就逐利，要是还参加科举，那天恐将大乱啊！陛下，我看这真的可行了。是呀，我也觉得可行。你们，准了。这老家伙气性还是这么大。来人，将李不清带下去，让御医好生诊治。赵毅，你继续。陛下，第2计名为科学种田。何为科学种田？陛下，如今我大周的耕犁是直的，耕地费力，效率低下。臣发明了一种屈原犁，它转弯灵活，深浅可控，一个壮劳力1天能比过去多耕1倍的地。还有，如今农田灌溉全靠人力挑水，臣这里有一种龙骨水车，只需1人踩动，便可将河水自动提上高处，灌溉100亩良田。除此之外，臣还有一法，名为沤肥，将那些无用的秸秆、人畜的粪便混合堆放，发酵之后便是上好的肥料，能让粮食亩产至少再增3成。这逆子的脑子到底怎么长的？先是水泥，现在连种地的事他都懂。此话当真？君前无戏言。好，赵毅听旨。朕命你为钦差大臣，总领修路与种田2项事宜。先以荆棘之地的紫阳县为试点，朕给你3个月的时间，办好了，朕给你加官进爵；办砸了，朕把你脑袋拧下来当球踢。臣遵旨。逆子，我提醒你一下，紫阳县那地方我听说过，那里民风彪悍，宗族林立，县令和乡绅更是只手遮天。你一人过去，那就是龙潭虎穴，万一……放心吧，爹，你儿子我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大人，天一，你给我去查那紫阳县县令刘洋，还有那个所谓的乡绅赵无极，以及当地所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记住，我要的是能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的铁证。属下遵命。大人，紫阳县县令刘洋和赵无极贪污，鱼肉乡里的证据都在这了。行啊，一个贪官，一个恶霸，仅仅是有据可查的，就够他们死10回的了。2天的时间一晃而过，赵毅带着几个工匠和天一带来的10几个隐卫高手，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向紫阳县而去。
下官刘阳率全县官吏恭迎钦差大臣。刘县令有心了。赵大人，您一路舟车劳顿，下官已在县衙备下薄酒，聊表心意。另外，县里德高望重的赵无忌赵老爷子，听闻大人您要来，特地在城中最好的酒楼设宴，为您接风洗尘。来得正好，省得老子一个个去找了。好啊，本官就喜欢跟爽快人打交道。看来这京城来的钦差大臣，也不过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毛头小子罢了。刘县令还发什么呆啊？前面带路吧。